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每天都会碰到，而且又爱又恨的东西，没错，就是糖。你想想看，从你早上那杯加了糖浆的拿铁，中午便当里那个甜甜的配菜，到下午，哇，那杯犒赏自己的手摇饮，糖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我们都知道吃糖会开心，可以快速补充能量，但这短暂快乐的背后，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我们从小到大好像都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糖是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大脑，没有糖就没办法运作了。这句话我必须说，其实只对了一半。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你每天都在吃的非常常见的糖，当你大量摄取的时候，它在你体内的运作方式其实根本不像燃料，反而更像是一种慢性毒药。你会怎么想？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感觉很像在危言耸听，对吧？但这真的不是我乱说的，这正是现在非常多顶尖的科学家和医生的研究结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扮演侦探，从科学的角度一步一步的拆解糖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在我们体内从一个快乐的泉源，一步一步变成健康的头号杀手。OK， 要了解糖的真相，我们首先一定要分清楚今天故事里的两个主角，一个叫做葡萄糖 glucose， 另一个叫做果糖 fructose。这两个都是单糖，也是我们日常饮食中最常接触到的。你看左边，葡萄糖，这个是我们身体最喜欢的首选的标准燃料。你吃的米饭、面包、马铃薯这些淀粉类食物分解之后，主要就是葡萄糖。我们全身几乎每一个细胞，从你的大脑到你的肌肉，都可以直接拿来利用产生能量。所以你去健康检查抽血验的那个血糖，指的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但你再看到右边果糖，它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天然水果里面有果糖，但现在我们摄取的大宗是来自手摇饮、各种加工食品里面添加的高果糖玉米糖浆，或者是一般的蔗糖。因为蔗糖的结构就是一半葡萄糖加一半果糖。而果糖这个家伙很特别，我们身体绝大部分的细胞都不太会用它，可以说是不认识它，所以它几乎是100%被当成一个烫手山芋，直接打包送到我们身体唯一的解毒工厂，也就是肝脏去处理。你记住这点，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开端。好，重点来了。当你吃下糖之后，它在你身体里的这趟旅程就决定了它究竟会成为你的能量，还是你的毒药。而这一切的关键转捩点就发生在我们的肝脏。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当我们可怜的肝脏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糖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天差远地的状况。这张图真的非常惊人，我觉得它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果糖会是肝脏的沉重负担。我们来做个比较，假设你今天吃下一碗饭，热量大概是120大卡好了，这120大卡会全部分解成葡萄糖，其中有80%，也就是96大卡，会直接被你全身的细胞拿去用掉，当做能量烧掉，只有剩下的2%，大概24大卡，会进入肝脏进行代谢。对肝脏来说，小 case 处理起来绰绰有余，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场景换一下，你喝的是一杯120大卡的全糖饮料，里面的糖通常是高果糖玉米糖浆或蔗糖，我们就算它是一半葡萄糖一半果糖。这60大卡的果糖，我们刚刚说了，几乎100%都会直接冲进肝脏，再加上另外60大卡葡萄糖里面的那2%，也就是12大卡，这样加起来总共会有超过72大卡的代谢压力，全部是一瞬间全部压在肝脏上面。你算一下，72跟24，这个压力是你吃一碗饭的3倍，你的肝脏瞬间就过载当机了。那肝脏过载了怎么办？它总得想办法处理这些塞车的果糖吧。于是它只好启动一个紧急应变机制，叫做新生脂肪合成，英文是 de novo lipogenesis。简单讲，
这是肝脏像一个疯狂加班的工厂，把这些处理不完的果糖用最快的速度把它们加工转变成脂肪。这些新鲜出炉的脂肪，就是你在健检报告上看到的三酸甘油脂，以及所谓的坏胆固醇 VLDL 极低密度脂蛋白。肝脏就是被迫把源源不绝送来的原料，也就是果糖，拼命打包成一个一个的脂肪包裹，也就是 VLDL， 然后把它们全部丢到血液这条运输带上，送到全身去。这个新生脂肪合成的过程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灾难。首先，血液中的坏胆固醇 VLDL 飙高，这些脂肪包裹在血管里乱窜，大幅增加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来，有些脂肪包裹可能来不及运走，就直接堆在肝脏这个工厂里面了。久而久之，这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由来。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更糟糕的是，这个把果糖转成脂肪的过程，会大量消耗肝脏细胞的能量货币 ATP， 结果就是你明明吃了很多糖，想补充能量，却感觉更疲劳、更想睡。最后，果糖代谢还会产生一个非常糟糕的副产品——尿酸。没错，就是那个会造成痛风的尿酸。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尿酸过高，根本不是海鲜啤酒吃太多，真正的凶手很可能就是你每天喝的那杯手摇饮。美国加州大学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抗糖专家 Robert Lustig 博士，他就用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贴切的比喻。他说，喝含糖饮料基本上就等于在喝油，而且请注意是有毒的油。这话讲了很重，但其实很有道理。你想想，酒精对肝脏的伤害是急性的，很猛烈的，所以大家比较有警觉。但果糖不一样，它的伤害是慢性的，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日积月累的伤害你的肝脏，最终导致脂肪肝、肥胖、胰岛素阻抗、糖尿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代谢症候群。你以为这场风暴只停在肝脏吗？那就真的太天真了。这股由过量果糖所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会像海啸一样席卷你的全身。从你的大脑到你的皮肤，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很多人都以为吃糖的坏处，顶多就是变胖嘛，要减肥嘛。但其实它对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精神状态，还有长期的整体健康，那个影响是远比你想象的更全面，也更可怕。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糖这么难戒掉。因为它会直接绑架你的大脑。整个流程是这样，当你吃下甜食，你的舌头、你的肠胃都会立刻传送讯号给大脑说，嘿，这个是好东西，是能量，多来一点。于是你的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到愉悦、幸福，被奖励了。但最阴险的地方在哪里？在于果糖这个东西，它不太会刺激胰岛素，也不太会刺激瘦素，而这两个荷尔蒙是我们身体用来告诉大脑说我吃饱了，可以停了的重要信号。所以结果就是，你喝完一杯700cc 的全糖珍奶，好像灌了很多热量进去，但你却一点饱足感都没有，你的大脑还在喊着再来一杯。这种强烈的奖励机制，再加上缺乏饱足讯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成瘾循环，让你陷入血糖飙升，感觉很好，然后血糖崩盘，感觉很糟，于是更想吃糖的这种恶性循环里面，根本拔不出来。之前我看过一个访谈，我觉得有一位糖尿病友的比喻真的太传神了，一定要分享给大家。他说，糖其实很像一个渣男。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哇，觉得很美好、很甜蜜、很开心，让你欲罢不能。但是你跟他相处越久，就会越发现，这东西从头到尾对你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只会不断的伤害你、消耗你。是不是讲得超好？他给你非常短暂的快乐，却要你用长期的健康痛苦来交换。除了成瘾之外，过量的糖还会对你的外表进行一连串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先讲皮肤。糖会跟你体内的蛋白质结合，产生一种叫做糖化中产物 AGS 的废物。
这个东西会直接去攻击、破坏你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让你的皮肤变得松弛、长就稳，而且暗沉发黄。你以为花大钱去做医美、买保养品有用吗？我跟你说，不戒掉糖，那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它还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让你满脸痘痘，怎么都好不了。再来是头发，高糖饮食会造成荷尔蒙失调，特别是胰岛素的波动，这也可能会增加掉发的风险。甚至连你的视力都会受影响，因为糖的代谢过程会消耗掉大量的维生素 B 群，而 B 群对我们视神经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下来就可能导致视力模糊。更别提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会严重干扰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睡不好，精神差。最后，当然还有最直接的蛀牙，糖就是口腔里那些坏细菌的超级食物，让它们不断产生酸来侵蚀你的牙齿。你看，从里到外无一幸免。好了，讲了这么多糖的可怕之处，你是不是觉得人生一片黑暗？想说完蛋了，干脆什么都不要吃了？先别这么绝望。其实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你完全禁止吃糖，因为那太痛苦了，而且说实话，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们的目标是学会聪明的吃，拿回我们身体的主导权。这是一个关于控糖，而不是痛苦戒糖的长期策略。请大家在心里默念这句话3次。我们的目标是控制糖，而不是被糖控制。当你真正了解它的运作原理之后，你就能够驾驭它，在享受它的美好的同时，把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这才是一个可以持续一辈子的真正有效的健康策略。接下来，我就会提供给你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实用，而且你今天看完影片，马上就可以开始执行的4步骤控糖策略。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在不太牺牲生活品质的前提之下，大幅度的减少糖对你身体的危害。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都是吃完整的水果。别要喝果汁。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阿秀，水果不是很甜吗？里面也有很多果糖啊。没错，你说的对，但关键的差别在于一个东西，叫做膳食纤维。你可以想象，当你吃一颗完整的橘子，里面的纤维就像一张安全网，它会延缓果糖的吸收速度，让你的肝脏有充分的时间去慢慢处理它，就不会造成刚刚说的那个交通堵塞。但如果你把3颗橘子榨成一杯果汁，这张安全网就被你亲手破坏了。结果就是你把高浓度的果糖直接用灌的灌进你的肝脏，那跟喝汽水造成的伤害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请务必记得，水果是用吃的，不是用喝的。第2步，学会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也就是学会看食品标示。下次你去超市买优格、燕麦片、面包或是任何加工食品的时候，请养成一个习惯，把它翻到背面，看一下营养标示跟成分表。虽然台湾目前的法规还没有强制标示添加糖，但你还是可以从糖的总量以及最重要的成分表看出一些端倪。如果成分表里面出现了像是高果糖玉米糖浆、蔗糖、转化糖浆这些字眼，而且还排在很前面的位置，那就代表它的添加糖含量非常高，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学会看标示是夺回你饮食主导权的第1步，非常重要。第3步，聪明的选择你吃甜食的时机。人生在世，总有真的很想吃块蛋糕，真的很想喝杯珍奶的时候，对吧？没问题的，但请尽量把这些享受的时刻安排在正餐之后或是运动之后。为什么？因为你正餐里的蛋白质、脂肪和纤维可以帮助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水果纤维一样。而如果你是刚做完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肌肉细胞正好嗷嗷大步，它们急需能量来补充消耗掉的肝糖。这时候吃进去的糖会优先被你的肌肉用掉，而不是通通跑去肝脏变成脂肪存起来。所以记住，时机点非常重要，空腹的时候吃甜点绝对是最糟糕的选择。
第4步，我们来换一个思维模式，与其每天痛苦地想着要减去什么，不如我们专注在可以增加什么。与其痛苦地戒掉所有甜食，不如你专注在确保每一餐都加入了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好的脂肪还有膳食纤维。举例来说，早餐多吃1颗蛋，午餐多吃1份深绿色蔬菜，下午茶嘴馋的时候用1把无调味的坚果来取代饼干。当你吃得更均衡、更营养，你的血糖会更稳定，你对糖的那种疯狂的渴望，自然而然就会大幅降低。这是一个更正面，也更容易长期执行的策略。最后，如果你要问我对抗糖的各种负面效应，我们手上最强大、最有效的一个终极武器是什么？我的答案永远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运动。规律的运动可以大幅提升你身体运用糖分的效率，增加你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白话讲就是，让你就算吃了糖，你的身体也能够更有效的去处理它，把它当成能量用掉，而不是把它变成脂肪。规律运动就像是帮你的身体内建了一套最强大的糖分处理系统，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一定要先区分好糖跟坏糖。真正的大魔王是加工食品和饮料中的添加糖，特别是果糖。第二，过量的果糖会造成肝脏瞬间过载，引发新生脂肪合成，导致脂肪肝、高血脂和尿酸等严重的代谢问题。第三，糖的危害不止让你变胖，它还会让你老、让你累、让你上瘾，从你的皮肤、头发到大脑和睡眠品质是全面性的伤害。最后，别担心，我们可以用聪明的4个策略来有效控糖：吃完整的水果，不喝果汁；学会看懂食品标示；选对吃甜食的时机点；以及多补充蛋白质、好脂肪和纤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